一个普通的 agent，能记住当前对话，却不一定记得几天前、几个月前发生过什么。我希望给现有服务器上的 Hermes 部署一套自托管的 Hindsight，让 agent 拥有真正的长期记忆。这套系统要解决8个实际问题：独立的 PostgreSQL 和持久化存储、向量检索加中文全文检索、Cloud 自动实时抽取、API Key 租户认证、Control Plane 访问受保护、API Dual Agent 记忆隔离加全局共享、Hermes 自动 Recall 和 Retain 以及敏感内容不写入、不召回。Hindsight 的原生架构可以分成4个部分。第一部分是 Hindsight API， 也可以叫 Data Plane， 数据平面。数据平面负责真正处理记忆操作 ，Agent 通过 API 把信息写进去，也通过 API 查询记忆。Retain、Recall 和 Reflect 都在这一层完成。第二部分是 PostgreSQL， 它负责保存记忆本体以及向量、关键词、实体关系和时间信息。第三部分是 LLM， 也就是大语言模型，它不负责直接替代数据库，而是把自然语言整理成结构化事实，例如人物、事件、偏好、时间和关系。第四部分是 Hindsight Control Plane， 也就是控制平面。Control Plane 是管理界面，主要用来查看和管理 Memory Bank 配置以及记忆数据。它不是记忆数据库本身，也不是 Agent 的推理引擎。它需要通过 HTTP API 访问数据平面。Hindsight 的核心不是单纯的存和取，而是3个操作 ：Retain 保留记忆 ，Agent 把对话、事实或事件发送给 Hindsight。Hindsight 会处理内容，提取值得长期保存的信息，然后写入 Memory Bank。Recall 召回记忆 ，Agent 提出一个问题。Hindsight 从数据库中搜索相关记忆，原生 Hindsight 会组合多种检索方式，包括语义相似度、关键词检索、实体关系和时间信息，再把结果融合并重新排序。Reflect 反思，它不是简单返回几条原始记录，而是让系统基于已有记忆整理出更高层的判断，例如这个 agent 长期偏好什么，某个项目为什么这样设计，过去发生过哪些相关事件。Insight 用 Memory Bank 记忆库来组织长期记忆。一个 bank 包含抽取的事实、观察与总结、人物和工具等实体之间的关系、时间信息，以及用于语义检索的向量。bank 决定哪些内容可以一起检索，也决定不同 agent 之间的记忆边界。这套设计会从单一共享一步步演进为多角色、专属加全局共享的结构。在决定部署 Hindsight 之前，我先要回答一个问题：我需要的到底是一个数据库，还是一套 agent 记忆系统？如果只需要保存聊天记录，那么 PostgreSQL、S3、Pente、Hetway。真正困难的是，一段对话里哪些内容值得长期保留？用户的新说法与旧记忆冲突时，怎样处理变化 ？Agent 收到新任务时，应该找回哪几条记忆？同一句话应该属于用户偏好、项目决策，还是某个角色的专属经验？多个 agent 同时运行时，哪些内容应该隔离？哪些内容可以共享？所以我选择的不是一个聊天记录仓库，而是一套能够完成事实抽取、检索、关系组织和记忆推理的基础设施。最直接的方案是自己用向量数据库搭一套检索流程，先把对话切成片段，通过 embedding model， 也就是向量模型，把每段文字转换成一组数字，再保存到向量数据库里。查询时，把用户的新问题也转换成向量，找出距离最近的几条记录，
这叫 Top K Similarity Search， 相似度前 K 条检索。它的优点是简单透明，每个环节都可以自己控制，但它主要回答的是哪些文本在语义上比较相似。它不会自动解决其他问题，哪些句子值得保存，事实涉及哪些人物和时间，新旧事实是否矛盾，怎样管理不同 agent 的记忆边界。选择这条路线，我还需要自己开发事实抽取、去重更新、时间处理、关系组织和多租户认证。最后维护的就不再是一段检索代码，而是一套自研记忆系统。向量数据库解决的是怎样搜索向量，它本身不等于完整的 agent 长期记忆系统。第二个候选是 Mem0， 它可以从对话中抽取事实，组织记忆，并通过向量检索找回相关内容，比自己拼向量数据库完整得多。Mem0 也支持自托管，能接入不同模型和数据库后端，是一个合理的候选。但对于这次部署，我更关注几个具体问题：能否把 PostgreSQL 作为主要的可控数据底座？能否替换全文检索，扩展支持中文？能否按 Memory Bank 明确隔离不同角色？能否接入 Hermes 官方 Memory Provider？ 以及能否原生提供 Reflect 操作？ Mem0 可以完成其中不少工作，但以当前 Hermes 环境和目标架构为前提 ，Handset 数据模型和接入方式更贴近我要构建的系统。没有选择 Mem0 并不代表 Mem0 更差，原因是本次需求与 Handset 的原生能力更吻合。第三个候选是 Zipster 以及它背后的开源知识图谱引擎 Graphite Knowledge Graph， 也就是知识图谱。不是只保存一段文本，而是把人物、项目和事件整理成实体，再记录实体之间的关系。Graphite 还特别强调时间，一条事实什么时候成立，什么时候失效，系统什么时候得知这条信息。如果任务高度依赖实体关系和事实变化， Graphite 很有吸引力，但有两个现实考虑。第一， Zipster Community Edition， 也就是社区版已于2025年4月停止维护，代码移入 Legacy 目录。现在要用 Zipster 完整功能，只能接入 Zipster Cloud。第二， Graphite 更接近一个实时知识图谱引擎，要把它变成当前需要的完整系统，我仍然要处理 Hermes Provider、自动 Retain、Bank 路由、API 认证和中文检索等一整套工作。它在时间知识图谱方面很强，但对这次项目来说，我需要的是一套更完整、更直接的 Agent 记忆服务，而不只是图谱引擎。第四个候选是 Letta， 也就是早期的 MemGPT。Letta 把记忆看成 Agent 自身状态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机制是 Memory Block， 也就是记忆块，始终保留在模型上下文里的持久文本。Agent 可以通过工具主动修改这些块。另外还有 Archival Memory， 也就是归档记忆，可以通过语义搜索查询，不会始终占用上下文。这种设计适合构建 Agent 主动管理自己的核心记忆的有状态场景，但我的现有系统已经以 Hermes 为 Agent 运行框架， Profile 工具调用， Telegram Gateway 子 Agent 和角色边界都由 Hermes 管理。如果选择 Letta， 就不只是替换记忆后端，而可能引入另一套 Agent 运行模型。我的目标是给现有 Hermes 增加一个独立的长期记忆层，而不是用 Letta 重建 Hermes。另一条路线是 LangGraph 和 LangMem。LangGraph 可以把长期记忆保存成 JSON 文档，通过自定义命名空间区分用户、应用和 agent。它支持3种记忆类型：Semantic Memory， 也就是语义记忆，保存事实和知识；Episodic Memory， 也就是情景记忆，保存过去发生过的任务和案例；Procedural Memory， 也就是程序性记忆，定义 agent 应该怎样完成工作
LangGraph 的优势是灵活，开发者自己决定何时写什么结构，用什么数据库，怎样检索。但这种灵活性意味着我需要自己设计并维护更多逻辑。更关键的是，当前 Agent 系统不是建立在 LangGraph 上，而是 Hermes。为了长期记忆而引入另一套工作流框架，会增加系统边界和维护成本。LangGraph 更适合整个 Agent 应用本来就建立在 LangGraph 上的情况。最终选择 Hindsight， 不是因为它在所有场景中都比其他系统更好，而是它与这次项目的约束匹配的最完整。第一，它是独立的记忆服务，不要求替换 Hermes 的 Agent 运行框架。Hermes 继续负责绘画、Profile 和任务执行。Hindsight 专门负责长期记忆。第二，3个明确的原生操作 ：Retain、Recall、Reflect， 让保存、召回和基于记忆的综合判断成为稳定 API， 而不是每个 Agent 各自实现一套逻辑。第三，多路检索并行。Hindsight 同时使用语义检索、BM25 关键词检索、实体图谱便利和时间检索，最后融合重排，这比只找最相似的几段文字更符合长期记忆的实际需求。第四 ，A Memory Bank 是原生隔离单位，多 Agent 架构可以直接映射，每个角色有专属 Bank， 同时受控读取全局共享 Bank。第五，可以建立在可控的 PostgreSQL 上，数据库独立管理。可以同时启用 Pigvector 和 Pigronge 语义检索和中文全文检索并存。第六 ，API Key 认证和 Control Plane 开箱可用，网络边界和应用认证不需要额外开发。第七 ，Hermes 已有官方 Provider， 不需要手动拼 HTTP 请求，配置完成后自动接管每轮的 Recall 和 Retain。有一个公开的基准测试可以印证这套多路检索设计的实际效果。Long Memo 模拟超长对话场景，500个问题，跨越最长150万 token 的上下文，包含5种时序推理难度。Hindsight 整体准确率 91.4%， Zap 和 Graphited 63.8%， Memo 49.0%。这个差距主要来自多路检索和 Cross Encoder 重排序，单靠向量相似度，在时序和关键词场景下的召回精度有上限，4路并行之后准确率显著提升。这次选择不是一张通用排行榜。如果目标只是给文档增加语义搜索，直接使用 Pigvector 或 Crutrain 可能更简单。如果系统核心是动态时间知识图谱 ，Graphited 可能更合适。如果希望 Agent 主动编辑自己的核心记忆 ，Leda 更自然。如果整个应用已建立在 LangGraph 上 ，LangGraph Store 和 LangGraph Store 和 LangGraph Store 还行。而我的前提是 Hermes 已经是 Agent 运行框架，我需要给它增加一个独立自托管，支持多种检索方式，并且能够按 Profile 隔离和共享的长期记忆层。在这个前提下 ，Hindsight 是匹配度最高的选择。选定 Hindsight 只代表确定了方向，真正把它部署到服务器上，还要继续解决数据库拆分、中文检索、模型接入、API 认证和多 Agent 路由。而这套最终架构也不是一次设计完成的，它从最简单的内嵌数据库开始，一共经历了多个阶段的演进。最开始评估的是官方 Quickstart 给的单容器方案 ，Hindsight App 和 PostgreSQL 都放在同一个容器里。这种方式配置少、启动快，适合第一次体验，但它没有成为最终生产架构。数据库和应用绑在一起以后，独立备份、数据库升级、扩展安装和故障恢复都会变得不够灵活。后面如果要加入 Pigvector 或 Pigron， 也需要更明确地控制数据库镜像和扩展版本。
所以内嵌数据库适合 Quick Start， 却不适合这套需要长期运行和持续演进的服务器部署。内嵌方案确认不可行之后，第一步就是把数据库独立出来。第二阶段把数据库从应用容器中拆了出来。Insight App 只负责运行 Insight API，Insight DB 单独运行 PostgreSQL Just 并安装 pkvector， 是 PostgreSQL 的向量扩展。它允许数据库保存向量，并根据向量之间的距离搜索语义相近的内容，比如我喜欢简洁的配置文件和配置不要太复杂。这两句话使用的词不完全一样，但语义比较接近。向量检索可以把这种关系找出来。这一版有一个重要的安全设计 ，Hindsight API 和 Control Plane 只绑定宿主机的 127.0.0.1， 这叫 Loopback， 也就是回环地址。只有本机可以直接访问 PostgreSQL， 则不发布宿主机端口应用。通过 Docker 内部网络访问数据库，外部网络无法直接连接数据库。当前部署中 ，Hindsight 和 Hermes 容器共用 Docker 网络，容器之间通过容器名通信。Hermes 通过 HTTP 所有 Hindsight PAP 8888访问 Hindsight， 而不是依赖容易变化的容器 IP。这样形成了第一层网络边界，外部不能直接访问 PostgreSQL， 外部不能直接访问 Hindsight API。本机的 Hermes 和 Control Plane 可以访问 Hindsight， 真正的 API 访问还需要继续通过认证，但数据库独立之后，向量检索能力有了，中文检索还差一步。向量检索擅长理解语义，但它不等于关键词检索。如果搜索一个具体技术名词，比如 Pigron Control Plane 或某个项目名称，就希望系统精准找到包含这个词的记录，这需要全文检索。PostgreSQL 原生的 FTS， 也就是 Full Text Search， 对英文比较自然，但中文没有像英文那样用空格分隔单词，分词效果可能不够理想。所以数据库镜像改成了 Pigron Control 是以 Pigron Control 适合处理中文、日文等不依赖空格分词的语言。Hindsight 的检索配置变成两个环境变量 ，Pigron Control 负责语义向量检索 ，Pigron Control 负责中文关键词和全文检索。最终 ，Hindsight 同时拥有理解意思和精确找词的能力。检索层搭好了，但还有一个问题：进来的是自然语言。Hindsight 怎么知道该保存哪些事实？这需要一个会理解内容的模型。Insight 不只是把整段对话原封不动塞进数据库，在 Retain 阶段，它需要判断这段内容里哪些信息值得长期保留。例如，用户说：“我以后做视频时不接受为了压缩时长而牺牲故事的可理解性。”这句话可以被抽取成结构化事实，类型是用户偏好，内容是视频不能为了缩短时长而牺牲叙事理解，范围是视频制作，持续时间是长期，关联对象是视频流水线。这个抽取过程由 Claude 模型完成。Claude 并不是直接部署在服务器上，而是通过 Packet API 调用。Packet API 在这里承担模型 API 网关的角色。Insight 把待抽取的内容发送到 Packet API，Packet API 再把请求转发给 Claude，最后将结构化结果返回给 Insight， 这样模型推理和记忆存储被拆开了。Insight 管理记忆 ，PostgreSQL 管理数据 ，Claude 负责理解和抽取。Packet API 负责提供模型访问入口，基础设施搭好了，但此时 API 还没有认证，任何能访问本机端口的进程都可以直接调用。
只绑定 127.0.0.1，可以减少外部暴露，但它不是完整的应用认证。只要某个本机进程能够访问端口，它就可能尝试调用 API，所以还需要在 Handside API 内部增加租户认证。这里增加的是 APK Tenant Extension，也就是扩展，是 Handside 用来插入自定义行为的机制。APK Tenant Extension 的作用是读取请求中的 API Key， 根据API Key 识别租户，并拒绝没有合法凭证的请求。这里的 Tenant 也就是租户，可以理解为一套隔离的 API 使用边界，它不一定代表一家真实公司，也可以代表一个 agent 系统、一个用户或一组记忆空间。当前 Handside API 已启用 APK Tenant Extension。API Key 和 Control Plane API Key 都是关键认证凭据，不能删除，不能在视频中展示，也不能写入长期记忆。开启认证以后 ，Control Plane 也不能再匿名访问 API， 因此 Control Plane 需要同时知道：第一，数据平面的 URL， 也就是 HIN DSIGHT underscore CP underscore DAT APA ANE underscore API underscore API 所需的 API Key。如果只给 Handside API 开启认证，却没有把凭证配置给 Control Plane， 网页可能能够打开，但 Bank 列表、记忆查询和管理操作会失败。最终访问链路时，浏览器访问 Control Plane 带 API Key 访问 Handside API 访问 PostgreSQL Control Plane 访问的是 API， 而不是直接连接 PostgreSQL， 这让数据库始终留在应用内部网络中。最初 Handside 是一个独立运行的记忆服务，而 Hermes 需要显示调用 API 告诉 Handside 什么时候保存，什么时候查询记忆。这种方式可以工作，但很容易漏掉。只要某段对话没有手动调用 retain， 它就不会进入长期记忆。后来启用了 Hermes 的官方 Handside Memory Provider， 也就是提供者是 Hermes 内部对外部记忆系统的适配层。Hermes 不需要在每个 agent 任务里自己拼 HTTP 请求，而是由 provider 统一处理。启用之后，主要流程变成用户消息进来 ，Hermes 在调用模型前通过 recall 查询相关记忆，然后完成 LLM 对话，最后在对话结束后通过 retain 保存值得长期保留的信息。对 Hermes 来说， Handside 不再是一个需要手动操作的外部工具，而成为了记忆层。相关能力还可以通过 Handside _recall Handside _reflect 直接查询、写入和总结记忆。但官方 provider 的原生模式通常是每个 profile 使用一个主 bank。对单一 agent 来说，这很简单。但当系统里同时存在 default、research、video 和 codex 等角色时，所有内容都写进同一个 bank， 就会出现边界问题。Video agent 不一定需要查询所有研究过程 ，Research agent 也不应该默认读取视频制作中的每条素材记录，所以架构继续演进为多个 bank。当前的 bank 设计是 Global Memory， 保存跨 agent 都可能需要的稳定知识，例如用户长期偏好、服务器环境、项目级决策，多个流水线都会使用的约定。Hermes Video Agent 的专属记忆 Hermes Research Memory 保存 Research Agent 的专属记忆 Codex Memory 保存 Codex 或开发 Agent 的专属信息。最重要的规则是，每个 Agent 只查询自己的专属 Bank， 加上 Global Memory， 而不是默认搜索所有 Bank。因为能搜到不等于应该搜到。如果所有 Agent 都搜索全部 Bank， 可能出现3个问题。第一，
召回结果混入不相关内容。第二，角色边界变得模糊。第三，某个 agent 看到本来不应该看到的项目细节。所以 Bank 路由不是简单的命名习惯，而是记忆系统的访问控制设计。这里又出现一个实际限制，官方 provider 原生倾向于让每个 profile 使用一个主 bank， 对专属记忆来说很好，但非 default profile 还需要同时读取 global for memory。如果只使用自己的主 bank，Video Agent 就读不到全局编号。如果把所有内容都写进全局 bank， 又会破坏隔离，因此增加了一个 Hinted Inside Global Recall Half Good， 也就是钩子，是插入 HAMS 生命周期的扩展点。它可以在 Agent 调用模型之前对消息进行额外处理。这个 Hook 不取代官方 Provider， 而是补充官方 Provider 的能力。它只做一件事，让非 Default Profile 在需要时只读 Global for Memory。这个 Hook 有几个明确的边界。第一，它只对非 Default Profile 生效。Default Profile 继续使用自己的官方 Provider 配置。第二，它只读 Global for Memory， 不会通过这个 Hook 自动写入全局 Bank。第三，短消息和简单确认直接跳过，比如好的继续，收到，没有必要为了这些内容查询数据库。第四，如果输入看起来像 API key、密码或其他敏感凭证，也跳过查询。第五，召回结果会再次过滤，即使数据库里存在疑似敏感内容，也不能直接注入 Agent 上下文。第六，结果数量和 token 数量都有限制，避免全局知识占满上下文。第七，如果 Hook 请求失败，它不能阻塞 Agent 主流程。全局召回是增强功能，不应该让整个 HAMS 因为记忆服务暂时不可用而停止工作。最终架构可以概括成4层。第一层是 Agent 层 ，Default、Research、Video 和 Codex， 使用不同 Profile。第二层是记忆接入层，官方 Hindsight Provider 负责主 Bank 的自动 Recall 和 Retain。Hindsight Global Recall 负责非 Default Profile 对全局 Bank 的只读补充召回。第三层是 Hindsight API， 也就是 Data Plane， 负责处理 Retain、Recall 和 Reflect， 并通过 API Key 识别租户。第四层是数据和模型层 ，PostgreSQL 17保存所有持久化数据。pjvector 负责向量检索 ，pjRunCode 负责中文全文检索 ，Cloud 则通过 Packet API 完成结构化事实抽取。以 Video Agent 为例，看一条记忆怎么走完完整的写入和查询流程。用户说，视频不能为了缩短时长而牺牲故事的可理解性。HAMS 的官方 Provider 把这段内容交给 Hindsight Retain 流程 ，Cloud 通过 Packet API 把它整理成结构化事实。系统确认它不是密钥、密码或其他敏感信息之后写入 HAMS Video Memory。这条信息默认不会写入 Global Memory， 因为它首先是 Video 角色的专属编号。当 Video Agent 之后再次接到任务时，官方 Provider 查询它的专属 Bank， 同时 Global Recall Hook 判断这条消息是否需要共享知识。如果需要，它只查询 Global Memory， 最终提供给 Agent 的是2部分信息 ：Video 专属记忆以及必要的全局记忆。Research 记忆和 Codex 记忆不会被默认带进来。这套架构的变化不是为了
堆更多组件，而是每一步都在解决一个具体问题。独立 PostgreSQL 解决长期运行和备份问题 ，PostgreSQL 解决语义搜索问题 ，PostgreSQL Gond 解决中文关键词搜索问题 ，Cloud 和 Packing API 解决自然语言到结构化事实的转换问题 ，API Key 解决应用层身份认证问题 ，Control Plane 的凭证配置解决受保护 API 的管理访问问题 ，DoBank 解决不同 agent 之间的记忆边界问题 ，Global Recall Hook 解决隔离和共享之间的冲突，敏感信息过滤解决长期记忆系统最不能忽略的安全问题。当前还有3处已知不足正在演进 ，Backup RAM 3和 Backup Rank VR Go AM 3待测试。解决中文语义召回偏弱的问题 ，PostgreSQL Dump 定期快照待建立，解决持久化卷无法替代备份的问题 ，Retain Gate 待增加，解决每轮自动 Retain 带来的低价值记忆积累问题。最终 ，Insight 在这台 Linux 服务器上扮演的不只是一个向量数据库，它是一层独立的长期记忆服务，把存储、检索、理解、认证、隔离和共享这几个问题分别交给最合适的组件来解决。这套架构的核心原则可以用一句话总结：专属记忆、默认隔离、全局知识，按需只读共享。敏感内容不进入上下文，任何增强功能都不能阻塞 Agent 主流程，从内嵌数据库到独立 PostgreSQL， 从单一检索到向量和中文全文并存，从手动 API 调用到 Hermes 自动记忆，再从 Dumbant 演进到专属 Bant 加全局共享，这就是 Hindsight 在这台服务器上的架构演进过程。以下是本视频中出现的主要技术术语 ：Hindsight API 数据接口接收 Retain、Recall、Reflect 请求 Data Plane 数据平面，真正处理记忆和数据访问 Control Plane 控制平面，提供网页管理界面，管理 Memory Bank 记忆库，一套逻辑隔离的长期记忆空间 Retain 保存记忆，抽取并保存值得长期保留的事实 ，Recall 召回记忆，搜索与当前任务相关的历史信息 ，Reflect 反思，基于多条记忆生成更高层的总结 ，Provider 提供者适配层，让 Hermes 自动接入 Hindsight Hook Goals， 在 Hermes 生命周期中插入额外逻辑 Tantrum 租户。API Key 对应的访问和隔离边界 PJVector、PostgreSQL 向量扩展、保存和搜索语义向量 PJROM、Gaudrea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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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展，提供更适合中文的全文检索 Embedding 向量化，把文本转换成可计算相似度的数字向量 Ranker重排序模型，对初步召回的结果做2次精排 Retain Gate 保存门控，在 Retain 执行前判断内容是否值得长期保存 Long Memory 长记忆评测基准，测试 Agent 记忆系统在超长对话下的检索准确率 BML5 关键词检索算法，基于词频和文档频率的经典全文检索算法 Cross Encoder 交叉编码重排序，把查询和候选结果一起输入模型，精确打分后重新排列。